我叫沈燕，干算命的干了几百年，本来都熬到杜雷劫成仙了，结果老天爷不开眼，一道雷直接给我劈穿越了，穿到我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后人身上，还附了段天道提示，说我尘缘没清干净，得帮着后人把他的烂摊子收拾明白，不然就得彻底凉透，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。行吧，不就是再当回凡人吗？我认了，但谁能告诉我，刚睁眼就有人要毒死我，是怎么回事？沈燕猛地睁开眼，脑袋里跟被人敲了一闷棍似的疼。他刚缓过劲，原主的记忆就跟放电影似的往脑子里钻。好家伙，这后人真是个纯纯的混蛋，天天喊着要科考上岸，结果正事一点不干，要么出去鬼混，要么欺负人，对自己老婆更是差到极点。大郎，喝药了。沈燕打了个寒战，转头就见苏婉脸色惨白如纸，捧着个粗瓷碗。碗沿裹着一层若有似无的黑气，他搞算命的本能立马就警铃大作，这哪是药，这分明是毒。他撑着胳膊坐起来，不必了，娘子，我已经好了，辛苦娘子为为夫熬药，有心了。这沈燕被敲了一棍之后，就像转性了一样，居然会说好话了，怕不是装的，等着变本加厉要钱喝酒吧。娘呢？她去哪了？拿去找人借钱给你治病了。相公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亲自下毒下厨。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？下毒演都不演了吗？苏婉头也不回的出了屋。沈燕刚要琢磨，就听见院门口传来叹气声。她凑到破窗缝一看，老娘林秀禾满身血沫，脸和手冻得通红发紫，正缩着脖子搓手。娘，您借到钱回来了。哎，别说了，我刚刚去大伯家借钱被赶了出来。算了，不说也罢，明天开始咱娘俩多摘点草药去卖。沈燕心口像被揪了一下，原主的混蛋行径在脑子里翻涌，她猛地推开门冲出去，冻得打了个激灵。我这后人真是混球，有这么好的家人就应该知足了，居然不知珍惜，真是造孽。娘，这大冬天哪有什么草药能摘？明天你们待在家，我来出门赚钱。林秀禾看到自己的儿子精神抖擞站在他面前，不由得老泪纵横。燕儿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可是要科考的，赚钱的事我们来想办法。娘，我先得让你过上好日子，放心吧，明天我心里有数。儿子转性了，他这样说，不会又是想找借口出门鬼混吧？不过家里也没钱给他了，他想去就去吧。在这时候，沈燕大伯母沈李氏闯了进来，指着林秀禾破口大骂：“我说弟妹啊，我家也不宽裕，你今天还问我家借钱，现在你欠我们的钱也该还了吧？干算命几百年，金银珠宝见过不计其数，从没受过缺钱的罪，如今倒好，被区几两银子逼到这份上，连老娘都要受气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命苦啊命苦！”沈李氏叉着腰走进院门口，他眼角瞥到沈燕时候，眼神立马变得尖刻起来，连带着骂声都转了方向。哟，沈燕大侄子，不是大伯娘说你不务正业就算了，你娘也天天就知道欠钱不还，我家这点家底都被你家掏空了。林秀禾被骂得脸色苍白，慌忙开口解释：“大嫂，我不是故意要赖账的，燕儿刚醒，明天我就上山。拿不出钱就别借啊，现在我家老三等着钱娶媳妇，你今天必须还，要么还钱，要么把你家破房子抵给我。”沈李氏故意上前一步，抬手狠狠推了一把林秀禾。林秀禾本就站不稳，被他推得踉跄着撞在院墙上，疼得闷哼一声。沈燕眼疾手快冲上去扶住老娘，抬头时眼尾泛红，指节攥得发白，怒瞪着沈李氏：“我家还欠你3两，明天这个时间我必亲自送上门。”哟，口气倒不小，你家破旧成这样，你天天游手好闲，有什么本事能一天还钱？还有谁跟你说3两是5两？大嫂，我当初只借了你3两，什么时候变成5两了？沈李氏从口袋抽出一张纸，拍在众人面前。沈燕向前一步，眯着眼研究眼前的纸张，只见纸张边缘萦绕着似有似无的黑气。白纸黑字，你还想抵赖？这纸上怎么会沾染湿气的阴邪之气？我擦！沈燕正琢磨着，余光扫过苏婉，顿时惊得双眼瞪圆。只见苏婉偷偷摸摸从一旁抽出一个铁锹，准备趁沈李氏其不备给他一铲子。这苏婉明天不过了吗？每次出手都招招致命啊！大伯母，我们只借了你家3两，要是在你无理取闹，就别怪我不管三堂哥的事了。我问你，他是不是现在躺在床上昏迷着？你怎么知道？沈燕掐指一算，顿时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那个和三堂哥结婚的女孩子根本就不是人，难怪这大伯母子女宫发黑，有丧子之兆。你要是不想三堂哥死，就最好退了婚，我再给你画2道符，保住三堂哥的命。你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，还懂这些？我不信，到时候耽误了我家老三，我就带人来拆你家房子，让你们娘仨流落街头。我是个被迫替后人收拾烂摊子的算命师。三堂哥这桩婚事藏着的猫腻，他未婚妻根本不是活人，是借尸还魂的孤魂野鬼，就等着借婚时吸三堂哥的阳气续命呢。三堂哥根本就不是普通风寒，他是被阴气缠上了，所以才一直昏迷不醒，再拖下去不出3日气绝身亡。你不会是为了不想还债胡扯的吧？我告诉你，沈燕没有搭理沈李氏，
猛地从自己身上扯下布条，咬破中指，飞快在布条上画符，符文扭曲却带着凛然正气。画完符，他抬手一扔，布条精准落在沈理事面前，将这符贴在三堂哥心口，半个时辰他必醒。到时候你再问问他，是不是梦到一个穿红衣的女人缠着他要成亲。沈理事盯着那带血的布条，心里又惊又疑，可沈燕那笃定的眼神又让他不敢不信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糊弄我？那你还给我，当我没说。三堂哥的命你自己看着办。沈理事当然不肯还，抓着布条转身飞快似的溜了。走之前还不忘放狠话：我这就回去试试，要是没用，我饶不了你。沈理事一跑，林秀和就慌了，抓着沈燕的胳膊直抹眼泪。苏婉放下了铁锹，一脸好奇打量着沈燕，总觉得自己相公有些不一样了。沈燕不会是鬼上身了吧？算了，鬼上身怎么也好过以前。儿子，万一你大伯母知道你骗了她，她带着她娘家人抢我们的房子，我们可要流落街头了啊！放心吧娘，我们不会流落街头的，进屋等着，不出一炷香，她一定会哭着回来求我。沈燕扶着抹泪的林秀和进屋，院门外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夹杂着沈理事慌张的哭喊。紧接着，沈理事就带着沈大伯跌跌撞撞冲进院，两人脸上满是惊恐。侄子，不，沈大师，求求你，救救你三堂哥吧！沈理事和沈大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膝盖砸得鸡血四溅。沈理事一把抱住沈燕的裤腿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鼻涕蹭到沈燕的裤脚。沈大师，真神了！那符刚贴上，老三就醒了，还说梦到个穿红袄的姑娘，拽着他要拜堂呢。求您发发善心，救救他吧！沈燕嫌弃地往后挪了挪脚，余光瞥见苏婉正举着个菜刀在磨。就可以，但我有条件：第一，欠我家的3两银子一笔勾销；第二，给我娘磕3个响头道歉；第三，把你家昨天蒸的白面馒头拿2筐来，我娘和媳妇饿了3天了。别说2筐，4筐都行。沈燕刚要动身，苏婉突然塞给她一把锅铲，拿着想鬼用。上次隔壁王二婆说锅铲能打鬼，我试过，拍蟑螂挺好用。这媳妇到底是想帮我，还是想让我用锅铲给女鬼炒个菜？一行人浩浩荡荡赶到沈大伯家，刚进堂屋就感到一股寒气。三堂哥沈明躺在床上，脸色青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，床边飘着个穿红裙的姑娘，正蹲在床头数她的头发。哪家好鬼会蹲人床头数着头发玩？红衣姑娘听到沈燕的声音，蹦蹦跳跳变成小姑娘，跑到沈燕身边，着迷地吸了吸她身上的味道，越吸越着迷，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咬她的头，被沈燕一巴掌扇飞，在空中旋转好几圈，以脸着地。我知道我很香，但是你别像个变态一样蹭我，恶心心。你看得见我？你身上的香气好香啊，居然是仙气，好神仙！给我烧点蜡烛元宝吧。我好久没吃饭了。好，我给你烧大碗的。话说你怎么会缠上他？是他发神经，非要和我成亲。我都说我是鬼了，他说他也是，还是个色鬼，还抢我定亲信物。我没办法，只好跟着他了。沈燕看向身后的沈理事和大伯，无语翻了个白眼，估计又是三堂兄路边见到一个姑娘，看她漂亮就想结婚，都不知道人家是人是鬼就交出8字了，还抢别人订婚信物。我这就断了你们之间的姻缘，你好好回到自己坟地修炼，争取早日成为鬼仙吧。沈燕掐指念咒，从一人一鬼之间抽出姻缘线，以手为刃，狠狠砍断。红衣姑娘化作一缕烟飞走了。三堂兄躺在床上醒来，抱着沈燕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起来。这家人是不是都喜欢往人身上蹭鼻涕？沈明彻底醒了，沈理事兑现承诺，不仅送了4筐馒头，还额外给了5两银子当谢礼。林秀和抱着银子哭了半天，苏婉则把馒头切成片，晒成馒头干当储备粮。燕儿，这银子咱存着，明年给你科考用。娘，不急，科考得有盘缠，还得打通关系，我先开个算命摊，赚够钱再说。对了娘，苏婉之前给我熬的药，你给到了吗？苏婉正啃馒头干呢，听到这话差点噎住，心虚左右张望。什么药？你身体好了还喝什么药？我早就到了。沈燕看着家里角落的死老鼠，身上冒着丝丝缕缕的黑气，嘴角抽搐。确实是到了，还顺便毒倒了一大片老鼠。第二天，沈燕在镇上最热闹的街口摆了个摊，插了个写着沈半仙算姻缘算财运不准不要钱的旗子。刚摆好，就有个穿绸缎的胖子凑过来。先生，我丢了个玉坠，能算出来在哪儿吗？算准了，给你1两银子。沈燕掐指一算，嘴角抽搐，这玉坠被他小老婆拿去给他家管家卖了，奸夫淫妇还把这钱平分了，计划要谋财害命。先交定金5钱，不准退钱。另外，算出轨加收1两。我看你印堂发黑，
不像只丢玉坠那么简单。胖子听到出轨2次，气得脸铁青了。就在沈燕以为他不算的时候，他从口袋抽出一个金元宝，啪的一下砸在桌上。算，都给我算，我倒要看看谁给我戴绿帽子。沈燕笑呵呵收下金元宝，故作沉吟，掐指算了算，玉坠被你小妾拿去卖了，他和你管家有一腿，现在你去捉奸，估计能捉个现行。你小心一时，他们还在你日常饭菜里下了毒。胖子大惊，怒气冲冲回了家。我要杀了他们！沈燕垫了垫手中的金元宝，不住朝着金元宝亲了亲。哦哟，金元宝小宝宝，多亲亲又多来我口袋里哦。就在沈燕想收摊买肉回家的时候，一群官差朝他走来，团团围住沈燕。官差大人，不知在下犯了什么事？带走。沈燕被人一左一右架去县太爷家里，她刚进堂屋，官差和县太爷齐齐朝着她跪下。沈大师，我听我兄弟说你算命极准，你还帮他揪出了害他的小妾和管家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招招我儿子，他失踪3天了。我以为是我人太帅了被抓，刚想装可怜，结果他们扑通一声朝我跪下了。沈燕掐指一算，乐了，这小公子根本没丢，是偷偷跑去城外的破庙和一群乞丐玩皇帝登基的游戏了。他沉吟片刻，决定加价。冬天了，娘和苏婉需要棉袄，算一次10两，帮你找回家5两。20都行。你们去买2串糖葫芦，跟我走。沈燕带着一行人到了破庙，果然看到一群乞丐围着个穿锦衣的小屁孩，小屁孩戴着纸糊的皇冠，手里拿着根木棍当权杖，正喊着重轻平身。看到糖葫芦，小屁孩眼睛一亮，扑过来要抢。官差赶紧把小公子抱起来，千恩万谢的给了沈燕20两银子。沈燕拿着银子，刚想回家给娘和媳妇买肉，突然他察觉到背后一凉，赶紧翻身躲开。谁敢暗算老子？不讲武德，喝推垃圾，人类中的败类。2名蒙面黑衣人站在沈燕面前，手持着大砍刀，见沈燕躲开了攻击，吃惊了，对视一眼，随即更凌冽的招式朝着沈燕挥去。我得罪了谁？你们一上来就要杀我？狗东西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？ 沈燕话没说完，2把砍刀就像2道寒光劈到眼前，他脚尖点地往后急退，腰间的钱袋硌得胯骨生疼。这可是给娘和苏婉买棉袄的钱，绝不能有闪失。少废话，拿命来！2人一左一右夹击，刀锋带着冷意，刮得沈燕脸颊发麻。他余光瞥见旁有棵老槐树，突然弯腰抓起2把积雪，朝着黑衣人眼睛掷去。趁2人抬手挡雪的间隙，沈燕飞快窜到树后，指尖掐诀念咒，槐树的枯枝突然咔嚓一声断裂，精准砸晕了黑衣人们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敢出来当杀手？我家媳妇拿锅铲拍蟑螂都比你们利索。先生住手！赵真带着一群手下从暗处缓缓走出，他手上拿着一串冰糖葫芦。你个狗东西，臭不要脸，抢人小孩的冰糖葫芦吃！沈燕一眼就看出那串冰糖葫芦是县太爷儿子吃过的，那缺了一颗牙齿的牙印还在上面。他顿时感觉不妙，刚想脚底抹油开溜，就被赵真的手下持刀拦住了去路。大胆，居然敢对公子出言不逊，我杀了你！赵真抬手拦下手下，没拦住。沈燕跳了一段社会摇，躲过了手下的攻击。我是想请大师帮我算个命。桥洞麻袋，我不想帮你算命，你命里带金龙，我帮你算，轻则折寿，重则家破人亡，不得行不得行。赵真觉得这人有趣，挥挥手，手下从身后抬出一箱子黄金。你要是帮我忙，这箱黄金就都是你的了。要是你不帮，我立马就能让你家破人亡。你帮还是不帮？我等下就帮给你2拳。我长这么大还没被人威胁过，你一个小王爷也敢威胁我？信不信我一符咒就能？赵真呼啦啦带着一群人，扑通一声，毫不犹豫朝着沈燕跪下。我观察了你1天了，你是有大本事之人，我知道你有驱鬼的本事。我母妃命在旦夕，求先生救救我母妃。沈燕掐指一算，知道赵真所言非虚，但是他不能插手皇家之事。但是他母妃不在皇宫多年，应该还是能救一救的。起来吧，带路！赵真一行人带着沈燕就去了眼镜闻名的普陀寺。走进寺里，有一个穿着僧人衣裳妇人躺在床上。沈燕看到她第一面就知道她中了咒，明明看着40左右的年纪，但是她脸上的皮肤却宛如老叟。她是我的母妃，被父皇下令来到普陀寺带发修行，如今不知道为何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了起来，甚至她的容貌。沈燕摸了摸下巴，从自己随身的背包里抽出一把锅铲，这是出门的时候苏婉强制让她带的。沈燕把锅铲当作苍蝇拍东拍拍西拍拍了起来。她只是中了咒，要想破凶咒就得去皇宫了。哎，说好不管皇宫的事，最后还是要去皇宫。沈燕手中的锅铲已经沾满了腥臭浓如墨的黑气。我沈燕这辈子见过用桃木剑驱鬼的，用八卦镜降妖的，偏偏我自己得靠媳妇的锅铲除咒。世风日下，世风日下。沈燕拿着沾满黑气的锅铲往地上哐当一戳，锅铲柄上顿时冒出淡淡的金光，把那些腥臭黑气烧得滋滋作响。赵真看得眼睛都直了，伸手就想去摸锅铲。别碰，这黑气沾到手上，轻则肠冻疮，重则烂成猪蹄，你这金贵王爷的手赔不起。赵真吓得赶紧缩手，看着锅铲上的黑气慢慢消散，咽了口唾沫。大师，这凶咒到底是谁下的？我母妃在寺里修行多年，从没得罪过人啊。不是得罪了寺里的人，是得罪了皇宫里的老狐狸。这咒叫枯颜咒，专吸女子
子生机，让他悄无声息的衰败，表面看像自然衰老，最后短短几年死亡，让人察觉不出。沈燕蹲下身，用锅铲头扒拉了一下床底，掏出个巴掌大的木牌，木牌上刻着个歪歪扭扭的寿字，边缘还缠着几缕没散的黑气。看见没？这是咒引，得用施咒人的贴身之物才能催动。看这木牌的材质是皇宫里独有的阴沉木，除了当今皇后的娘家，没人能弄到这东西。果然是他，当年母妃深得先皇宠爱，皇后就处处针对，没想到先皇驾崩了，他还不肯放过母妃。别急着上火，破咒的3步走。第1步，把这锅铲烧了的黑气收集起来。哎，你别捂鼻子啊，这可是好东西。第2步，带母妃回皇宫找施咒人的贴身玉佩。第3步，得让我媳妇来帮忙啊。他会驱咒，他只会下毒和拍蟑螂，但他的命里带阳，能克这种阴毒的咒。当然这话不能说太直白，他命硬，你派人去我家接他，就说我需要他帮手，而你要给他买10斤五花肉当酬劳。不到1个时辰，苏婉就提着个新锅铲赶来了，手里还攥着半块啃剩的馒头。看见沈燕，就把新锅铲塞给他。我带了锅铲来了，我觉得你一把锅铲不够。沈燕接过新锅铲，感动的差点哭了。这媳妇虽然总想毒他，但关键时刻脑袋是真灵光啊，差点就当场想给他跳一段扫腿舞表示感动。娘子来的正好，咱们得去皇宫办点事。对了，把你上次泡老鼠药的那个瓦罐带来，有用。哦，那个啊，我给你装包里了，还加了点砒霜，威力更大。一行人收拾好东西，刚走出普陀寺大门，就见2个小和尚慌慌张张跑过来，手里举着个信封。沈大师、赵公子，宫里来人了，说皇后娘娘请你们去宫里赴宴，还说要请大师给太子算姻缘。沈燕攥着苏婉塞来的新锅铲，看着他背包里露出来的毒瓦罐，突然觉得去皇宫比杜雷杰还凶险。赵祯见他脸色变差，以为是怕皇后刁难，拍着胸脯保证：大师放心，有本王在，皇后不敢动你。沈燕嘴角抽搐，他那是怕的皇后对他动手吗？他那是怕苏婉一言不合当场给皇后下毒啊。宝宝心里苦，但是宝宝不说，说了怕被娘子先毒哑。进了皇宫，金碧辉煌的宫殿晃得沈燕眼睛疼，苏婉却盯着殿柱上鎏金雕的龙出神，悄悄抹了把嘴角的哈喇子，凑到沈燕耳边，声音压得像偷鸡。相公，这金龙看着老贵了，咱们走的时候偷偷抢一块呗，卖了钱你就能安心科考。沈燕听着，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，她一时间不知道是感动还是害怕。娘子啊，你别说了，我谢谢你一边惦记着我科考，一边让我备诛九族啊。这时皇后端着架子走出来，眼神像机关枪似的扫过沈燕，要不是怕这乡巴佬真有本事破了他的枯颜咒，他才懒得招这么个浑身土气的人进宫。听说沈大师算命奇准，不如帮本宫的太子算一算，他的姻缘在何处？沈燕抬头看了眼皇后，眼角余光瞥见她发髻里藏着的银簪泛着黑气，立马掐指算了2下，给苏婉使了个眼色。苏婉秒懂，突然拔高嗓门尖叫：啊，有老鼠，好大一只！人群顿时乱作一团。苏婉趁机抄起锅铲就往皇后拍过去，锅铲正好砸在皇后发髻上，掉出个裹着黑气的银簪，正是枯颜咒的施咒媒介。沈燕趁机拍了拍苏婉的毒罐罐，一只老鼠冲上去叼走了银簪。皇后发现自己的媒介没了，气得大吼：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！沈燕赶紧挡在苏婉身前，刚要开口，就见赵祯凑过来打圆场。那老鼠叼着银簪跑向了御花园深处，尾巴尖上沾着一点和皇后裙摆同款的金线。